大家好，我是小雪。如果我告诉你，改变两岸关系最重要的两个人都曾经经历过战争，你会注意到这个问题吗？更有意思的是，这两个人后来做出的决定，却不是发动新的战争，而是打开一扇门。一位打开了中国的大门，另一位打开了海峡的大门。他们的名字分别叫邓小平和蒋经国。今天很多年轻人提到两岸关系，想到的往往是政治、军演、新闻争议，甚至是网络上的对骂。但如果把时间拨回40多年前，你会发现，一个看似简单的决定，却改变了数千万普通人的命运。而故事要从1978年开始说起。欢迎收看小雪的频道。上一集我们聊到，两条路还能走到一起吗？而这一集，我们来看看两条路后来到底走向了哪里。1987年11月，台湾正式开放中国大陆探亲。新闻画面里，许多白发苍苍的老人拖着行李在机场落泪，有人40年没见过自己的父母，有人离开中国大陆时还是少年，再回来时已经满头白发。而在海峡另一边，中国大陆也正在经历改革开放后的巨大变化。工厂开始出现，个体户开始增加，沿海城市逐渐热闹起来。历史有时候很奇妙，就在两岸仍然彼此对峙的时候，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决定却悄悄改变了未来。而这些决定的背后，站着两位同样经历过时代风暴的人。1978年的中国像一间关了很久的房间，屋子还在，家具还在，但空气因有些沉闷。这一年，66岁的邓小平重新回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。此时的中国刚刚经历10年文革的洗礼，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十分有限，大量人口生活在农村，人均收入并不高。工业体系虽然已经建立，但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，仍有明显差距。如果继续按照原来的方式前进，会发生什么？没有人知道。但邓小平深知这一点，中国不能永远把自己关在屋子里。于是，一个后来改变中国历史的决定出现了，就是改革开放。这4个字今天听起来很熟悉，可放在1978年，它并不是一句口号，而是一场巨大的冒险。没有人知道结果，也没有现成答案。深圳就是那个最著名的实验场。当年的深圳只是一个小渔村，很多人甚至没听过这个名字。能想到几十年后，它会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科技制造业城市之一。有人说，改革开放最大的意义是什么？也许不是 GDP， 不是高楼大厦，而是让中国重新开始与世界交流。窗户被打开了，春风吹进来了。就在中国大陆打开国门的时候，海峡对岸也在发生变化。1980年代的台湾已经创造出举世闻名的经济奇迹，出口贸易高速增长，电子产业快速发展，普通人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。但有一个问题始终存在，海峡两岸依然关闭着。1949年以后，许多人被迫与家人分离，有人在台湾，有人在中国大陆，两岸亲人分离，几十年过去，他们甚至不知道彼此是否还活着。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，40年只是历史课本上的数字，但对于那些老人来说，那是整整半辈子。1987年，蒋经国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，开放中国大陆探亲。这个决定今天看起来似乎理所当然，但放在当时却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，因为这不仅仅是一项行政命令，而是改变了持续近40年的状态。开放探亲后，第一批返乡老人踏上了回家的路，有人跪在祖坟前痛哭，有人发现父母早已离世，有人和兄弟姐妹相拥而泣。战争结束了很多年，但战争留下的伤口却是在这一刻才开始慢慢愈合。这是我在准备这期节目时最想问的问题是，为什么偏偏是这两个人？为什么是邓小平？为什么是蒋经国？他们有一个共同点，都经历过战争，都看过动荡，都知道冲突意味着什么。年轻的时候，人们总觉得历史是英雄创造的，长大以后才发现，历史有时候是被痛苦教育出来的。经历过战争的人，往往比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更知道和平的珍贵。1978年的邓小平没有选择继续封闭，1987年的蒋经国也没有选择继续隔绝。一个打开国门，一个打开海峡，看起来只是2个政策，实际上却是在告诉后人，有时候改变历史不一定需要炮火，有时候一张通行证，一趟返乡船票，一次握手也能改变历史。
如果把历史比作一场暴风雨，政治人物是站在高处的人，而普通人才是真正淋雨的人。改革开放之后，中国大陆数亿人口摆脱贫困，无数家庭改变了命运。有人从农民变成企业家，有人从工厂学徒变成工程师，有人第一次走出国门，第一次看到更大的世界。开放探亲之后，两岸开始恢复联系，越来越多的人重新找到失散多年的亲人。后来出现了台商，出现了学生交流，出现了旅游，出现了两岸联姻，甚至出现了许多跨越海峡的新家庭。政治有政治的逻辑，历史有历史的逻辑，但最后真正感受到变化的人，永远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。今天的年轻人很难想象，曾经打一个电话都不容易，寄一封信可能要等待很久，更别说隔海相望几十年的亲自见面了。而今天我们可以在网络上及时交流，可以看到彼此的生活，可以分享音乐、电影、美食和文化。当然，现在的两岸之间仍然存在分歧，存在不同的历史记忆、不同的政治观点，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。但同样真实存在的是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发现，原来海峡对面的人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陌生。有人喜欢同样的音乐，有人追同样的电视剧，有人关心同样的家庭问题。历史没有让所有问题消失，但历史至少创造了一个机会，让人们有机会重新认识彼此。回顾过去100多年，中国人一直在寻找自己的路。孙中山那一代人希望结束帝制，寻找共和的道路；毛泽东和蒋介石那一代人希望结束战乱，寻找国家的方向。而到了邓小平与蒋经国这一代，他们面对的问题已经不再只是政权与制度，而是另外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：如何让普通人过上更好的生活？如何让被海峡分开的亲人重新见面？如何让战争留下的伤痕慢慢愈合？他们给出的答案未必完美，历史学家也会继续争论不休。但有一点无法否认，在那个充满对抗与敌意的年代，他们最终没有选择战争，而是选择打开一扇门。政治的归政治，但历史最后总会落到每一个普通人的命运上。如果是你觉得改变历史最重要的是力量还是交流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你的看法。下一集《百年共和梦舞》，蒋经国改变了台湾什么？敬请期待。我是小雪，我们下期见喽。小平同志，您觉得两岸还有机会再见面吗？蒋先生，您后悔开放探亲吗？